镇国公王氏一族世受皇恩，却结党营私，败坏朝纲。即日起，掠夺爵位封地，抄没家产，满门流放北境荒原，钦此。流亡家3000里，全部完了。该真是风水轮流转，最惨的还是王家那个独苗孙子王峰。我说各位差爷，抄家就抄家，能不能麻利点？这麻袋里装的什么金银细软，全给我没收，冲入国库！别人拼了命藏金子，你扛着一堆烂石头和烂风。风儿啊，这等绝境，你连什么是能救命的值钱玩意儿都分不清了吗？爷爷，你快别哭了，别伤了身子。这玩意儿可比金子值钱多了。这是我苦心赋予3年的高产耐寒土豆和优质无烟煤块，圣旨上写的清清楚楚。陛下是让我们去北境赎罪垦荒，既是垦荒，我带一些防寒的农具和不知名的种子有何不可？大夏律例哪一条规定流放者不能带种子的？如果明年交不上粮税，惹得陛下龙颜大怒，是你用全家来顶罪吗？行了，收起你们那副恶心的嘴脸，别耽误我们启程的时辰。没有权贵势力的掣肘，那里是我眼中绝对的乌托邦。走，跟我去北境。从今天起，北境将不再有寒冬。这广阔无垠的黑土地，全都是未被发掘的宝库。真活见鬼了！这大少爷莫不是被冻掉魂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能走得这么起劲儿？糟了，是毛峰！全军听令，停止前进，寻找避风珠！快跑起来！爷爷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老太爷，你可不能丢下我们呀！连日冲击加上极寒，老爷子撑不住了，必须马上生火。赵校尉，柴火呢？快生火啊！没看见我爷爷快撑不住了吗？生个屁的火！你还以为这是你们家烧银丝炭的暖阁呢？这冰天雪地的，去哪儿捡干柴？就算外头有干柴，也早被冰雪泡透了，根本点不着。大家都挤在一起，抱团取暖吧。能熬过今晚这白毛风，全靠老天爷的意思了。老太爷这身子骨，准备后事吧。靠天意，我王家人的命，连皇帝老儿都收不走，更何况区区一场风雪。老天爷想收人，也得问问我答不答应。大少爷，连火都生不起来，您就别折腾了。闭嘴，看好了，赵铁，把你手下腰里挂着的铁皮水壶全给我扔过来。所有人都退后，离我远点儿。这是什么妖法？妖法，这叫科学。说了你们这群没文化的古人也不懂。风儿活了，老太爷活过来了，大少爷是神仙下凡的。赵校尉，外头白毛风这么大，想取暖吗？王爷，若是您今日能用仙法救兄弟们一命，这流放之路，我们唯您马首是瞻，绝无二心。很好。在这个皇权难以触及的北境荒原，这支受过正规训练的禁军，将是我收服荒原的第一批死忠。各位京城来的贵人们，不是小老儿不招待，实在是我们自己都快饿死、冻死了。咱们北境这鬼地方，木柴比粮食还要贵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这是极其罕见的浅层露天煤矿，简直就是上天送的工业燃料。老村长，我且问你，后山那些黑色的石头，你们为何不去开采，
燃烧取暖。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啊！大少爷，那是山神爷降下的毒石，那东西烧起来虽然有点热气，但会放出无色无味的毒烟。以前村里有人烧了这石头取暖，一家老小第二天全被毒死了呀！没有通风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，竟被当成了神明诅咒。哈哈哈哈！毒石那是你们不会用。赵铁，卑职在，少爷有何吩咐？带上你手下的兄弟们，拿起镐头和铁锹，跟我去后山。今天本少爷带你们去挖金子。少爷，这些黑石头挖回来了，接下来怎么弄？去，打水来，先把煤块表面的泥沙洗净。用大锤把这些洗净的煤块全部给我砸碎。少爷，砸得这么碎怎么烧啊？这北风一吹，不就全散了吗？别急，这正是关键所在。赵铁，去后山河滩边挖些粘性好的黄泥过来，记住，要最细腻的那种。将煤粉和黄泥按照7:3的比例混合，加水搅拌。黄泥不仅能让散碎煤粉重新成型，还能减缓燃烧速度，让热量释放得更持久。都看好了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少爷，这浑身是空笼眼的泥柱子，真的能烧？这叫蜂窝煤，加这些孔是为了增加空气接触面积，让里面的煤炭能够完全、充分的燃烧，不仅火力猛，还能极大程度的减少毒气的产生。去叫村里铁匠过来，把这些废铁皮全给我卷成圆筒状。记住，用铁钉和泥巴给我把所有接缝全部封死固定。炉子配煤球，神仙也发愁。准备好，迎接现代工业的温暖震撼吧！都退后，都退后！那是毒火，一烧起来，屋子里的人连半个时辰都活不过啊！舒坦，风儿，这火烤的，简直比京城里那些几两银子一斤的银丝炭还要旺盛。老村长，别在外面冻着了，进屋来暖和暖和吧。没死人，真的没死人。不仅没毒烟，这温度居然这么惊人！火神爷显灵，这是火神爷降下的圣火啊！恩人，王大少爷是活菩萨呀！从今天起，苦水村由我王峰带走。我保证，只要你们听我的命令，这北境的寒冬再也冻不死你们一个人。各位，大夏朝的律器在京城管用，但在我王峰的苦水村，从今天起废除。少爷，这却杀头的大罪呀！天高皇帝远，谁来杀我的头？在这里，没有流放犯，也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差，我们拥有只有一个身份：苦水村的开拓者。从今天起，苦水村实行按劳分配、多劳多得的制度。无论是挖煤、制砖还是巡逻，只要你付出了劳动，就可以换取等量的食物和煤炭。谁干得好，谁就吃肉穿暖；谁敢偷懒耍滑，就给我滚去喝西北风！打破阶层壁垒，这才是现代降维打击。赵铁，你的任务不是押送我们，而是保护我们开采出来的矿产和即将建立的工厂。练好你的兵，未来我要你们成为北境最锋利的刀。哼！属下誓死效忠少爷，誓死效忠少爷。一套充满狼性的现代组织架构，终于在这片荒原上生根发芽了。比寒冬更可怕的是开春即将爆发的饥荒，若不提前储备，这刚起的堡垒瞬间就会被流民冲垮。必须立刻开始种植。
大少爷，这冰天雪地的，把金桂种子埋进土里，真能发芽吗？在我的字典里，没有不可能3个字。当冰雪消融，饥荒席卷北境之时，这片大棚里孕育的神物，将是我制霸大夏经济命脉的最强讨牌。少爷，出大事了！北边来人了！慌什么？几个人？不是几个，是几千个，全是北边逃荒的流民，像蝗虫一样把3个路口全堵死了。少爷，我们护卫队满打满算100来号人，几千个恶风的流民冲进来抢粮，我们根本挡不住啊！传我命令，护卫队全员披甲，手持金刚连弩，守住村口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得放箭。其余青壮年，赶紧把我们库房里的存粮全给我搬到村口的高台上。少爷，你这是要……我要让他们知道，苦水村有粮，但也得有规矩。让开！都给老爷我让开！一群穷鬼，别脏了我的马车！哎呦喂，这不是昔日京城里鼎鼎大名的第一纨绔王大少爷吗？怎么流放到了这等天寒之地，还搞得这么灰头土脸的啊？大少爷，他就是盘踞在北境3城的大乡绅钱百万，他把米价抬高了10倍，这是存心要逼死我们所有人。钱老爷好大的排场，不在镇上数你的黑心钱，跑到我这穷乡僻壤来做什么？王峰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外头这几千号人再饿上3天就要生吃活人了。你们苦水村那点破粮够塞牙缝吗？我今天是来救你们命的。1000斤米，买下你后山那座能挖出黑石头的矿山，外加你们王家所有的女眷和这片土地，算准了我面临流民暴动的死局，意图用区1000斤米趁火打劫。王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还是国公府大少爷？今天你不卖也得卖，不然我这就散播消息，说村里藏着万军粮草，到时候这群流民杀客间就能将苦水村踏为平地。1000斤粮食就想买我的命和我的矿？钱百万，既然你觉得囤的那点粮食可以拿捏一切，那本少爷今天就免费给你上一课。死到临头还敢在这虚张声势？乡亲们，王峰这败家崽子把粮食藏起来喂狗，也不敢给你们一口吃的，大家冲进去抢粮啊！都给我闭嘴！想要活命，想要吃饭的，就给我乖乖排好队，跟我来后山。今天我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神物。赵铁，把大棚的草帘子全给我掀开。在现代温室和科学肥料的滋养下，它们进行了疯狂的生长。这不可能！外面大旱连连，这里面怎么可能长出绿叶子？妖法！这绝对是障眼法！是不是障眼法？挖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老人家，顺着这根藤蔓的根部挖下去。这是什么鲜果啊？甜的，是甜的，能吃，这东西能吃啊！
诸位，此物叫土豆，旁边那个叫番薯，都是我王家祖传的抗旱耐寒的神种。它不挑地，不挑水，矗立在这北境大旱的贫瘠土地上，亩产能达到3000到5000斤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会有亩产几千斤的怪物？我囤积的那10万斤高价粮全成了废品！都给我住口！赵铁，把10口大铁锅全给我架上，倒水生火，切块下锅，谁敢抢，立刻逐出苦水村。高淀粉作物若生吃，会直接要了这群虚弱流民的命。这等鲜果竟能如此饱腹香甜，完了，我的10万斤高价粮啊！少爷，那条老狗要溜，杀了走，脏了我们苦水村的地，让他滚回去，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商业帝国是怎么被碾成粉的。恩公，您救了我们全家的命，以后我们这几千口子就给您当牛做马了。苦水村不养闲人，也不需要奴隶，我王峰绝不施舍，因为靠别人的怜悯，永远挺不直腰杆。从今天起，苦水村全面推行以工代征，只要你们有一把子力气，不管是开矿挖煤、修路制砖，还是开垦荒地，只要付出了劳动，我王家管你们顿顿吃饱，每月还发工钱。我要让你们凭双手在这北境荒原上堂堂正正的活下去。少爷，温室里的粮食已经爆仓了，外面的土地也在开垦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是时候收网了，装车，把我们的神物运到镇上去。我要让北境的粮价在今天跌入底点。王氏粮行开业，抗旱耐寒鲜果，饱腹感极强，价格只有前世米行的1/20，无限供应。不好了，老爷，王峰那个煞星把叫土豆的东西拉到镇上卖了，我们的米根本卖不出去，粮价全崩了。在这个大旱之年，谁有那么多现银来接盘？唯一的买家只有王峰。钱老板，按照大夏律例，这上万亩良田的契约，只要你按个手印，你的债我替你还了。充足的劳动力和万亩良田已经进入囊中，这片土地即将被改造成全大夏第1座超级种植园。农业的根基已经打下，接下来大夏朝的土著们准备迎接真正的重工业降维打击。正风正，翻土大少爷，不好了，又断了！这已经是今天上午断的第50把锄头了。土炉温度太低，这生铁里全都是硫磷的杂质，整个大夏朝的冶炼技术被时代死死卡住了。镇上铁匠铺打的这些玩意儿，简直就是一堆糊弄人的破铜烂铁。我们兄弟为了您累死也绝无怨事，可没有趁手的农具，根本供不上我们开荒消耗的速度啊！去，把咱们苦水村新招募的那几个老铁匠给我叫过来。大少爷，你找老朽。铁老汉，如果我提供足够的原铁，你们一天能打造出一把金刚农具吗？大少爷，你这就是折煞老朽了。想要不断裂，那得是钢筋啊！老朽带着徒弟不眠不休的反复锻打淬水，10天半个月能打出一把，已经是祖师爷保佑了，根本供不起外头几千号人。10天半个月打一把，等农具打好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
你们不用再费力气去锻打那些劣质生铁了。少爷，那开荒怎么办？总不能让兄弟们用手去刨地吧？用手刨地那是野人干的事儿。既然买不到好钢，也等不及敲，那我们就自己造。自己造？这炼钢自古千锤百炼，哪有量产？赵铁听令，北旨在，立刻调集1000壮劳力，带上挖掘工具，跟我去后山河谷，派人大量开采石灰石、红铁矿，还有我们的无烟煤。今天本少爷就要在这北境培荒原上点亮重工业科技室，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看什么叫跨越时代的工业降维打击。快！耐火的黄泥和碎石渣搅拌均匀，必须压实，压实，一层层往上垒，绝不能留半点缝隙。大少爷，自古炼铁炉不过半人高，你造了这么个大怪物，怎么烧得透？要用黑煤炼铁，煤里有毒，炼出的铁一碰就碎啊！铁老汉，这叫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普通的煤确实有讲究，但碗里面用的是那些石灰煤，再高能发生化学反应，排进毒素，留下的就是最纯净的铁水。水陆工程队放闸试转。老天爷呀！只要河水不枯，这跨越时代的机器就能日夜不停地注入大量氧气。上料，铁矿石1层，无烟煤1层，石灰石1层，给我把炉子推满，一刻不停。3天3夜的高温互炼，杂质已被全部炼掉。时辰已到，赵铁，给我砸开炉底的粘土塞，开炉出铁，没有一点，连1寸孔洞都没有。一炉出铁上万斤，祖师爷显灵了，大少爷是神仙啊！这碾压一切的钢铁洪流，就是时代赋予我的王座。削铁如泥，这是百断金刚啊！大少爷，我们北京的农具有救了！铁老汉，把眼泪擦干，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。从今天起，彻底废除你们用锤子一锤一锤锻打的落后手艺。我要教你们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——翻砂铸造法，直接浇灌进沙母里，冷却后就是成型的金刚农具。老李，愣着干嘛？试试新家伙。没断，真的没断，连石头都开了。兄弟们，神兵！大少爷给我们发神兵了！少爷，您给我们护卫队打造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有了金刚，自然要武装护卫队。有此等破甲神兵，配上我们的金刚铠甲，我们100人也敢在战场上正面硬豪大撒3000玄甲重骑。这才开始，我要让苦水村成为这片大陆上永远无法被攻破的钢铁堡垒。凛冬几个月后就会来临，必须解决保暖衣物的问题。大少爷，你买了这么多烘干的羊毛干嘛？这玩意儿连我们村最穷的乞丐都不敢盖。福伯，你懂什么？羊毛只拖底就是肥皂，不拖底就是工业垃圾。但在我眼里，这可是比真金白银还要珍贵的软黄金。去，把村里所有的妇女全都召集到河滩边，再架起20口我们刚铸好的大铁锅，倒满清水烧开。把烧土高炉和烹饪剩下来的草木灰全部收集过来，倒进大木桶里，加水搅拌。大少爷，这里的东西比江湖还粘稠，光用这草木灰根本洗在股膻味儿啊！你们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，是天然用的强碱。把草木灰水静置，取上面清澈的碱水，然后把羊毛给我扔进去煮。高温碱水与羊脂瞬间反应，油脂被分解成了肥皂和甘油了。一炷香到了，把羊毛捞出来，在冰冷河水里给我反复漂洗。我的老天爷啊！这真的是羊毛吗？这比京城达官贵人穿的上等丝棉还要柔软白净。这叫化腐朽为神奇。大少爷，神了，真的神了！别愣着了，这万斤羊毛几天之内全给我脱脂。有了这些完美的脱脂羊毛，就可以放开织布机，制造水力纺纱机，发出震动时代的机器轰鸣。大少爷，您让木匠连夜赶制的这些架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福伯，这叫水力纺纱机，旁边那个叫飞霄织布机。从今天起，咱们苦水村要彻底跨入真正的流水线时代。开闸！
放水！我的天呀，这木头疙瘩成精了！别愣着，上羊毛，铺纸。仅仅1个时辰，就完成了100个熟练女工1整天的工作量，效率100倍，这是真正的神仙手段啊！纺线只是第一步，上飞说，不需要挨冻，一件件轻柔保暖的成衣将被迅速缝制出来。爷爷，天气转凉了，您试试孙儿给您做的新衣服。好东西，真是绝世的好东西啊！不仅暖和，还轻若无物，比京城里那几10斤重的熊皮大氅还要舒坦100倍。在北境，寒冷是刻在骨子里的恐惧，但从今天起，因为我的存在，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再也不惧怕冬天的死神了。掌柜的，前面就是北京3城地界了，再往前30里就是流放犯呆的苦水村了。哼，这鬼地方冻死老子了！往年这个时候，穷鬼们都快冻死饿死了。我们直接用劣质陈米压价，那些上好的雪狐皮、紫貂皮，必须用最低的价钱给我收上来。听说那残酷王峰半年前流到了这里，估计这会儿早就冻成冰雕，被野狼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了吧？掌柜的，我是不是被冻出幻觉了？这到底是什么石头？怎么可能连一条缝都没有？这他娘是北京地狱，这分明是塞北江南啊！京城来的商队，顺着大道走，把马车停在指定的客栈区，村内严禁随地吐痰和纵马狂奔，违者罚去西山挖煤3天。这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巨变？掌柜的，你闻闻，什么味儿香啊？客官，外头冷吧？快里边请，来碗咱们北疆的招牌土豆粉暖暖身子，再配一碟红薯干。来，挑最大碗的上，肉多放点，钱不是问题。高纯度淀粉加工的现代美食土豆粉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京城里最顶级的酒楼，那什么鱼翅燕汪，在这碗粉面前，简直就是猪吃的呀！小二，这晶莹剔透的神仙面条，还有这果干，什么粮食做的？我从来没见过。回客官，这叫土豆粉和红薯干，都是王大少爷种出的神物，不仅好吃，而且我们苦水村的粮仓里堆得像山一样高。堆得像山一样高。这位老板觉得土豆粉好吃吗？呵呵，其实这只是咱们苦水村最不值钱的玩意儿罢了。这种美食最不值钱。如果你想见识真正的宝贝，不如去街东南的工业展示大厅看看。这大厅里明明没有生火盆，为何会如此温暖如春？钱大掌柜，您看到的是北京的取暖神器蜂窝煤与环保铁炉。煤，你疯了！在封闭的房子烧毒时，是要拉大家一起死吗？钱掌柜莫慌，这是无烟蜂窝煤，配排烟管，绝对无毒无烟，一块能烧2个时辰，释放的热量是上等银丝炭的10倍以上。京城权贵为了几两银丝炭，一致简直是印钞机。钱掌柜别急，这只是开胃菜，你再往前看看。钱掌柜，不知可否借您护卫腰间的佩刀一用？哼，小心点儿，别把你们这破铁片子给崩断了。我的亲娘啊！削铁如泥，这如果用来装备军队，大夏朝100万大军岂不是能横着走？这还没完呢，钱大掌柜。
这是何等仙物？难道是天蚕丝？钱老板，这是狼毛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老夫收了半辈子皮货，羊毛那等膻臭、满是油脂的贱物，怎么可能长得这么洁白柔软？在我的地盘上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王公子，钱老板，看中什么了？哎，王公子，你这些东西虽然新奇，但京城贵人1、5两，我全包了，当交个朋友。钱多多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北境待久了，脑子都坏了？竖起耳朵听好，羊毛衣50两现银1件。至于这金刚农具和刀具，100两1把，这是出厂价，弃绝还价，概不赊账，只收真金白银，吃不下你可以滚。我买，我全包了。签契约。凛冬的雪淹没不了属于我的工业霸权。3年，足以让流放之地变成世界的心脏。长官，俺们部落今年的羊毛已经全部交割给纺织3厂了，这是俺挑出来的500个最强壮的小伙子，来进钢铁厂打工的。去2号招募点排队考核，规矩你们懂的。进了工厂要穿工服，不许随地大小便，敢惹事儿直接扣发刚月工资，遣送回草原。懂，俺们都懂。老板仁义，给的工钱太高了，跟着王老板干，顿顿有土豆大肉包子吃，冬天还有暖气房住。傻子才去打仗流血呢！都给老子听好了，进了厂好好抡大锤，谁敢偷懒，败了我们草原汉子的名声，老子扒了他的皮！用兵器无法征服的熊，在向伟打击的工业文明面前，只会变成温顺的绵羊。少爷，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。上个月我们的无烟煤、羊毛和玻璃涉足了江南市场80%的份额，单是上个月的利润，就已经超过了大夏朝国库今年的总和。少爷，我们发展的太快了。京城的密报，皇帝老儿最近半个月已经连续砸碎了御书房里的7个花瓶，兵部已经开始秘密调动兵马了。调动兵马，想来摘我的桃子。福伯、赵铁，传令下去，北境所有重工业工厂进入战备生产状态。我要让那些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老儿明白一个道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打败大军的不仅仅是另一支大军，还有科技与经济的铁拳。谁能告诉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大夏国库，如今居然连300万两的黄河修缮款都拿不出，钱呢？朕的钱呢？都长翅膀飞了吗？陛下息怒，非是臣等无能，实在是这3年来，天下的财富都在疯狂向北境流失啊！北境一派胡言，哼，那苦寒之地寸草不生，能吸掉朕这天下的财富。可后来北境变成了聚宝盆，他们制作的羊毛衣炒到上百两银子，依然供不应求。还有那透明如水晶的玻璃，照人纤毫毕现的水银镜，如今大夏的现银整整70%，全都顺着商道流入了苦水村。苦水村，你别告诉朕，把大夏国库吸干的人就是那个曾经的第一纨绔王峰。启奏陛下，不只是银子，微臣刚接到边关几位总兵的联名折子，他们拒绝接收兵部下发的武器铠甲，他们要造反吗？不是造反。总兵在折子里说，兵帐局打造的刀面前，连一合之敌都算不上，一碰就碎。如今边军正在自己掏腰包，前往苦水村的钢铁厂购买兵器，甚至连北方草原上的呼延部落都已经没有3年南下劫掠了。据探子汇报，他们全都在王峰的工厂里打工赚银子去了。游牧不打仗跑去打工，正规军买流放犯的刀，靠一个王峰，他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建了一个国中之国。传朕令，命御史中丞李德载为钦差大臣，率领5000御林军精锐，即刻北巡。先爱斩后奏。学到，若王峰真有如此惊天财富，立刻以谋反之罪拿下他所有的配方、工厂、矿山，全部给我收回国库。然而，他们对真正的工业力量一无所知。李大人，前面就是北境3州的腹地了，但是这条路似乎有些不对劲啊！有什么不对劲儿的？难不成那王峰还敢把官道给挖断了不成？这是什么石头铺成的路？竟如此平稳，而且连一条缝都找不到。启禀大人，这路碑上写着“北京1号公路，王氏基建工程队承建”。全军加速，天黑前必须到苦水村。这是人力能建出来的城池吗？这分明是仙宫雷部！慌什么？装神弄鬼！随本官去喊门，代表圣上。
他若敢不迎接，备是死罪。城上的人听着，让罪民王峰赶紧奉旨北巡，大军入城，夺取所有城防，违令者杀无赦。哼哼，钦差大臣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，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！大夏律例，在我北境，王爷的话就是律例。想占领城防，问问我手里的刀，问问我这3万兄弟的连弩，答不答应？你们要造反，你们这是谋逆！李大人，远来是客，进城喝杯茶，我欢迎。但你若想用皇帝老儿那张废纸来抢我的东西，你大可以让你手下这5000人往前走一步试试看。我保证，明年的今天，这里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不会剩下。这就是最直接、最残暴的军事科技碾压。撤退！皇权的威严，在钢铁面前一文不值。反了，真的是反了！区一个流放的纨绔，竟造出连天家都没有的神兵利器，居然还敢拥兵自重，公然抗旨！他真以为凭着一座破城和几把破弩，能对抗朕的100万雄师吗？传朕令，立即调动驻守在长城防线的10万边关主力大军，由镇北大将军霍战统帅，即刻南下，兵围北境都城。陛下三思啊！那北境如今是我大夏的钱袋子，一旦开战，国库瞬间就会断绝呀！闭嘴！朕才是这天下的主子，只要打下那座城，所有的金银全都是朕的。传令霍战，10日之内踏平北境都城。若王峰敢反抗，王家满门，鸡犬不留。将军，这城池不仅城墙加固异常，连护城河里流的都是滚烫的热水，我们的云梯和冲车恐怕很难强攻啊！强攻不下也要攻！传令3军安营扎寨，把红衣大炮推上来，明日火炮轰城。少爷，敌军10万，我们的铁军只有3万。虽然武器占优，但如果他们真不计后果的用人命填，怕只城墙也有危险。用人命填？赵铁啊，你跟了我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是古人那套打打杀的思维？这10万个人也是大夏的百姓，也是别人的父亲和儿子。我建这北境是为了让天下人吃饱穿暖，不是为了屠杀。传我命令，收起所有的守城雷石和火油，明日一早打开城墙上所有的扩音喇叭。城外的10万大夏将士，你们听好，我是王峰。霍将军，你带10万兄弟来打我，无非是奉行了皇帝的命令，说我谋反。但开炮之前，我劝你先低头看看，你们手里拿的、身上穿的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们手中握着的，用来砍杀敌人的金刚长刀，刃口上不是刻着“王氏金刚”4个字？你们身上穿的，那些让你们不用被冻掉手指的羊毛内衬，是不是印着北境纺织的标志？你们喝着我北境种出的烈酒，穿着我工厂织的羊毛衣，手里拿着我炼钢炉里流出来的刀，现在你们用我给的刀来砍我的头，来砸烂给你们生产保命物资的工厂，放肆，妖言惑众，给我开炮！你敢开炮？霍战，你竖起耳朵听清楚了，你今天若敢在城墙上留下1道弹痕，我此刻便下令，北境所有的煤矿、钢铁厂、纺织厂立刻无限期停工，所有通往南方的商道全线封锁。不出3日，无烟煤断供养，京城达官贵人和无数群众将在东活活冻死，兵器来源彻底截断。当草原游牧民族再次拿起弯刀时，你们这群边防军拿什么去抵抗？拿朝廷那些一碰就碎烂的刀吗？切断了。不出1月，国库失去我北境70%税收，朝廷发不出军饷，天下大乱。我王峰不用一兵一卒，不用放1根冷箭，我只需要关掉我工厂的水门，关闭我高炉里的火。这个庞大的帝国，在饥寒交迫与崩溃中财政崩溃，彻底灭亡。将军，我们的军饷有大半都是靠北境交的税发的，朕砸到这里了，兄弟们不仅连刀都换不了，连饭都要吃不上啊！800里加急传讯京城，告诉陛下，北境打不得，也打不了。
女旨：镇国公王氏宗族于国家有功，今特赦王氏旧罪，尽数恢复王家原有勋位，册封王峰为北王。北境3州之地交由其世代驻守管辖，爵位世代承袭，永不断绝。钦此。风儿啊，爷爷活了大半辈子，做梦也没想到，我王家不仅没在流放中陨落，反而在你手里，在这地狱里拥有了比在京城耀眼100倍的荣耀。如今这天下，谁不知道北王的大名？爷爷，这才刚开始呢。北境的冬天早就已经远去了，而属于我们，属于这天下苍生的工业盛世，才刚刚降临。